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一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多京子女士所著《从最重要的东西开始学会放手》。这是一本写给所有希望在人生后半程过得更轻松、更从容的人阅读的书。书中并没有高深的理论，也不是极端的断舍离主张，而是通过作者自身的经历，缓缓告诉他们，真正让人生变轻的，并不是减少，而是放下执念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放下对过去的执着；第二，从最重要的东西开始放下；第三，为了家人而留下的东西。从内容就能看出，这本书关注的重点，并不只是物品的整理，而是人生的整理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放下对过去的执着。作者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提到，年轻时的自己总是顺着兴趣和热情不断向前奔跑，忙于工作，忙于家庭，忙于各种角色，几乎没有停下来思考过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步入了70多岁的年纪。面对即将展开的人生后半程，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后的人生能够少一点负担，多一点从容，是不是会更幸福一些？也正是从这个念头开始，他决定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，不是为了追求极简，也不是为了迎合某种流行趋势，而是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更加轻松、更加安心的生活。于是他选择让生活变得更小一点，让空间更紧凑，让心也更安定。从最后的时刻开始思考现在。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到一个视角：当人生走到终点时，自己能否在不增加家人负担的情况下离开？这个问题听起来或许有些沉重，但正是因为直面终点，他才能更清楚地看见现在真正重要的是什么，而哪些东西其实早已完成了使命。而他给出的答案是，整理时要从最重要的东西开始，从回忆开始整理人生。在实际整理的过程中，作者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先处理便宜不重要的杂物，而是选择从充满回忆、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物品开始。比如记录了人生各个阶段的相册，那些照片承载着年轻时的欢笑、努力、迷茫与成长。但他明白，回忆并不一定非要依附在物上，于是他郑重地与这些物品告别。那些已被不时之需的东西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其实从未派上过用场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他曾拥有大量精致的餐具、家具、染织品，其中甚至包括父亲亲手为他染制的意义非凡的和服。这些都是好东西，但正因为如此，他反而决定把它们优先转赠给他人。他在书中写道，放下重要的东西并不会让人感到空虚或寂寞，因为如果某样东西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自己，即便再昂贵、再珍贵，继续保留它，也只是徒增负担。相反，在放手的过程中，他发现自己得到了更多，看见了新的可能，与他人的联系变得更深，心也变得更加自由。书中有一句话，看似轻描淡写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，就当他以后也会变糊涂吧。很多人都会希望，无论到了多少岁，自己都能保持清醒、机敏，不输年轻人。作者也同样如此，他在日常生活中会有意识地进行各种动脑训练，而他认为最能自然锻炼大脑的，其实就是每天的做饭时间。从思考当天的菜单，到在超市里比较食材的新鲜度与价格，再到厨房里根据火候调整顺序，最后为菜肴挑选合适的器皿。这一连串看似普通的行为，实际上需要大量的判断与思考。如果每天都认真完成这些过程，本身就是非常理想的。认知功能训练，接纳衰老，而不是恐惧它。当然，作者也非常理性地指出，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的发生与遗传等因素密切相关。也就是说，
即便再努力训练大脑，该发生的事情可能依然无法完全避免。因此，与其恐惧未来，不如提前接纳它。当他们心里已经做好准备，反而更容易从容应对。把重要文件整理在一起，提前与家人沟通财务问题，了解合适的医疗与护理资源。作者也分享了身边的真实故事：找不到视频，忘记是否转账，为了通行证而慌张失措。这些失败经验，在同龄人之间反而成了彼此提醒、互相学习的素材。与老去和平共处，作者强调，就当他会变糊涂吧，并不是消极放弃，而是一种与老去和平共处的智慧。不是抗拒变化，而是在变化中调整自己，继续用属于自己的方式生活，不执着于过去的自己，不过度担忧未来的自己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从最重要的东西开始放手。女儿独立，自己在60多岁开始独居，这成为他重新审视生活的一个重要契机。他趁着这个机会对自宅进行了翻修，也第一次认真思考，现在的他真的还需要这么多东西吗？房子的面积变小了，相应的物品的数量也不得不减少到原来的1/3。把整个家彻底整理一遍，是一项既庞大又耗费心力的工程。尤其是那些情感价值远远超过金钱价值的东西，更让人难以下决心。对他来说，最难割舍的，并不是昂贵的物品，而是用钱买不回来的东西。比如装满家族回忆的相册，工作时期倾注心血的纪念品。这些东西，无论花多少钱，都无法再买到一模一样的。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内心充满了犹豫与不舍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反而决定从这些最重要、最难放手的东西开始整理。如果把舍不得丢的东西一再往后拖延，想着等哪天有空再收拾，那么那个哪天往往永远不会到来。于是他下定决心，从情感最深的物品开始面对。首先是整整一柜子的相册，他把里面的照片反复筛选，最终只留下最珍贵、最想反复回味的那些，把数量压缩到2个小盒子就能装下的程度。更现实的是，当物主不在了，这些大量的相册和照片很可能会成为留给家人的负担。想到这一点，他下定决心开始整理，只留下真正想一看再看的照片，放进小盒子，摆在随手可取的地方。结果，翻看的次数反而变多了，那些回忆也因此变得更加鲜活、更加珍贵。至于餐具、衣服，他尽量主动询问身边的人，看看是否有人愿意继续使用。这里有一个小诀窍，要从好的东西开始送人。比如过去作为奖励送给自己的品牌服装和包包，质量好，不容易显旧，他从中挑选状态最好的，送给喜欢时尚的朋友。没想到他们非常开心。如果实在不擅长丢东西，通过转赠或捐赠的方式，让物品继续被使用，也是一次心情轻松的放手。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极端的极简主义者，并不是东西越少越好，而是希望只被真正喜欢的东西所包围，过一种清爽而紧凑的生活。因此，他给自己定下了简单的家庭规则：餐具只保留能放进柜子的数量，书只留书架能容纳的范围，衣服必须全部放得进衣柜，每买一件新的，就必须送走或处理掉一件旧的。久而久之，他发现自己对真正必要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楚。另一方面，社会治安也让他不得不提高警惕。近年来，抢劫、诈骗等新闻频频出现，让人感到世道不再安稳。独居生活虽然自在，但也意味着能保护自己的人只有自己。安装防盗卷帘门，夜间保持走廊和室外照明，使用带录音功能的电话机，将所有来电自动录音。这些看似小事，却变得越来越重要。无论是现金还是信用卡，如果明明用不到，却仍然随身或在家中保留太多，就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。他自己也在这几年里
把原本持有的多张信用卡和存折进行了整理，只留下真正需要、最少限度的几样。卡和账户越多，管理的负担就越重，风险也随之增加。放手，并不是失去，而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轻、更安全，也更贴近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为了家人而留下些什么。如今，他正一点一点地填写着人生终章笔记。他并不是在悲观地思考死亡，而是希望在自己还清醒、理性，能够做出选择的时候，把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。在这本笔记中，他写下了如果有一天自己离世，想留给家人的话，也写明了今后若需要护理，希望由谁来照顾，财产该如何处理，葬礼希望以怎样的形式进行。这些内容看似沉重，却是他对家人最后的体贴。这本笔记他并不是写完就放在一旁，而是1年至少检查和修改12次。如果哪天想法发生了变化，他就会当场改写。正因为他不希望自己被某一个想法束缚，所以才刻意给自己创造反复审视、重新选择的机会。曾亲眼陪伴患有帕金森病的丈夫走完人生最后一程，他对终末医疗有着明确的态度。如果将来因为疾病而逐渐衰弱，他已经签署了意愿书，明确表示不希望进行任何延命治疗。但他也清楚，随着今后接触到不同的价值观、不同的人生阶段，这个想法也可能会改变。因此，定期回顾，重新确认自己的选择，对他来说尤为重要。丈夫去世时，他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，一想到这些，他现在都会不由得头疼。正因为那段经历给了他深刻的教训，他开始提前整理自己的生活，除了必要的信用卡，其余全部解约，合同文件按类别整理进文件夹，各种重要账号和密码也都写成备忘录，妥善保存。他还提前为女儿办理了银行的代理授权卡，这样一来，即使哪天他突然住院，至少在经济和手续方面，他也不会立刻陷入困境。为了万一的情况，其实还能做很多准备，比如把家里的备用钥匙交给住得近的亲戚，把住院时需要的物品提前装进一个包，长期放在玄关附近，把紧急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写下来，贴在显眼的地方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能在关键时刻为家人减轻很大的负担。独居生活确实自由轻松，但作为交换，他也必须尽量不让家人为他担心。当他告诉别人自己正在进行人生整理时，常常会被惊讶的回应是不是太早了。可是，人生整理到底适合从几岁开始呢？等到80、90岁，身体和头脑都不再灵活时，真的还能从容应对吗？他始终认为，越是在身心健康的时候开始，越是对自己、对家人负责。回顾这几年，地震、疫情等原本无法想象的事情接连发生，今后一定还会遇到许多凭个人力量无法抗拒的困境。当疾病、灾害真正降临时，他们如何应对，正是对70多年人生经验的一次考验。为了在命运面前做出不后悔的选择，他开始有意识地把人生的终点纳入日常思考之中。人生整理，并不是为了悲伤地迎接结束，而是为了由自己决定人生的收尾方式，减少给家人和亲属带来的负担。他并不阴郁，相反，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准备。如果最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那也只不过是多虑了一场，日后还能当成笑谈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趁现在，把能做的事都做好。在剩下的人生中，今天永远是最年轻的一天，把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尽力做好，才能安心从容地继续生活下去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愈发感觉，人生能够选择的道路在一点点变窄。那么，在这条逐渐收窄的路上，该如何行走，才不会留下遗憾？金钱、年轻，终究无法带到另一个世界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过度执着？正因为这样，
他才选择从重要的东西开始，一点一点放手，为人生的最后阶段做好轻装前行的准备。如果你也希望今后的人生能走得更加轻松自在，不妨从放下开始试试看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